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今年这个艰难时期啊，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几度成为媒体版面的风云人物。一开始呢，是因为他对待病毒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I was at a hospital the other night where I think there were actually a few coronavirus patients, and I shook hands with everybody. You'll be pleased to know, and I continue to shake hands. 紧接着没过多久，他就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I still have a temperature, and so in accordance with government advice, I must continue my self-isolation. 虽然不该以貌取人，但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之后啊，不管是媒体还是他本人都认为，导致他这一次身陷险境的一个最主要的元凶就是他的肥胖。But when I went into ICU, when I was really ill, I was way overweight, and I was too fat. 于是卷起袖子准备认真的对待疫情这件事的鲍里斯呢，发出了一个号召：咱们减肥吧！减肥就是在拯救我们的国家。今年夏天，他的内阁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一系列的政策当中呢，包括了要立法约束不健康食品的促销政策，包括像买一送一，以及要禁止在商店的显著位置摆放那些不健康的食品，还有要完全禁止在线的不健康食品的广告。这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严格的数字营销限制，而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英国日益严重的肥胖危机。不少人听到这个计划以后的第一反应是 Excuse me， 你自己减肥为什么要带上我们大家一起？还有英国的肥胖危机真的已经到了威胁国家存亡的时刻了吗？以及为什么会在疫情这个特殊的时期，这个计划会被推上风口浪尖呢？所以今天这期我们就来聊一聊英国严重的肥胖危机，以及它的国民医疗体系和此次疫情这三者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以至于给英国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感和减肥的动力。首先，英国不是第一天胖起来的，在过去的20年里面，英国的肥胖人士人数呢翻了1倍，它的肥胖率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这严重的肥胖危机呢，也使得它被称为欧洲的胖子。在发达国家当中呢，仅次于美国、新西兰和加拿大。在英国，近2/3的成年人呢被界定为超重，而有1/4的人呢被归纳为肥胖。除了成年人，一代儿童的健康呢也陷入到危机当中。2到15岁的英国儿童当中呢，有1/3陷入到了体重超标或者是肥胖。这些问题也使得他们在将来的人生当中罹患心血管疾病、癌症跟糖尿病的风险大大增加。据估计，英国大概每一年有3万人死于肥胖。平均而言，肥胖大概会剥夺一个人额外9年的生命，所以许多人在退休年龄之前就因此而去世。而在未来，肥胖这个杀手可能会超过吸烟，成为可预防性死亡的主因。更可怕的是，肥胖症患者他更容易罹患其他的病症，例如罹患某些癌症的风险增加，像结肠癌，它的风险要高出3倍，患高血压的几率呢要高出2.5倍，而罹患糖尿病的风险要高出5倍以上。肥胖症的剧增直接给谁带来了最大的压力？这里我们就要提到英国的全民免费医疗体系 NHS。NHS 每一年用于在肥胖跟糖尿病相关的开支，已经大过了英国在于警察、消防和司法系统的总开支之和还要多。而政府呢，每一年花费超过470亿英镑用于处理日益增加的超重人口他们的医疗保健和相应的其他社会成本，这已经超过了在武装暴力、战争和反恐怖主义方面的成本开支。而对于英国经济的影响呢，它仅次于吸烟。用于肥胖症它带来的经济损失相当于英国每一年 GDP 的3%。一项结合全球的数据表明，肥胖症的患者他因为新冠病毒的死亡风险呢会增加48%，需要住院的风险呢要增加113%，而需要进行重症监护它的风险呢会增加73%。同样，肥胖也会导致针对这个疾病它的疫苗疗效会降低。这也是为什么从疫情在英国爆发的初期开始，英国的政府就在呼吁民众，我们要尽力保护我们的 NHS。 但是基于英国的现状，他们非常的吃力。英国疫情的严重程度以及 NHS 一直在高度紧张的负荷状况，使得鲍里斯和他的内阁完全抛弃了对待饮食健康持自由主义者的态度，因为对肥胖症采取行动的理由从未如此强大。I'm not normally a believer in nannying or bossying type of politics,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obesity is one of the real comorbidity factors. It's losing weight is frankly one of the ways that you can reduce your own risk. 哪怕是在这样严峻的现实之下，也依然有反对的声音，因为这些措施显然不会受到大型的食品企业以及广告营销业的欢迎。比方说像英国的媒体当中 ITV 跟 Channel 4这2个频道就会因为这个政策而导致广告收益减少2亿英镑，这对于已经面临大幅裁员的 Channel 4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当然
争论的焦点呢，并不是企业的利益与个人的健康孰轻孰重，而是在这样的巨大的改变之下呢，它势必会影响数百万个工作岗位。鲍里斯不是第一个要对肥胖症痛下决心的政治人物，英国也不是第一个想要给肥胖危机踩刹车的国家。麦肯锡的研究数据显示呢，全球人口的将近30%，也就是21亿以上的人口呢，面临超重或者是肥胖，而到2030年，全球成年人口将近一半都会面临这样的肥胖危机。其实英国的问题呢，和世界上许多面临着这个困境的国家一样，肥胖它联系的是这个国家在经济、社会福利、公共健康以及教育上的不平等的问题。成功解决问题的关键呢，在于个人跟政府共同承担责任。那么问题来了，结合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一系列的现状，如果政府出台政策管你吃什么喝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在饮食方面的个人选择受到侵犯了吗？以及你觉得英国这项看起来雄心勃勃的计划会真的起到作用吗？好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欢迎点赞、留言、分享、订阅我的频道，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互动，批评跟建议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迷思英国，我们下期见，拜拜。